各位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1400多年前就存在的禅修操作手册，而且这份手册的作者是一位被隋朝皇帝尊称为国师的男人，他的名字叫智颐，后世称他为智者大师。这个人有多厉害呢？他创立的天台宗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华严宗、禅宗，甚至漂洋过海影响了日本的天台宗和日莲宗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智者大师，东亚佛教的版图会完全不一样。而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这本《天台小止观》，又叫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》，是智者大师专门为他哥哥陈真写的一本禅修入门指南。你没听错，这本影响后世1000多年的经典，最初只是一封给家人的修行攻略，但就是这么一本家书，却成为了整个天台宗止观修行的基石，也是历代祖师推荐初学者必读的禅修教材。那为什么叫小止观呢？因为智者大师还有一部摩诃止观，摩诃就是大的意思。那部摩诃止观足足有40卷，内容浩瀚如海，涵盖了整个天台宗的理论和实践体系。相比之下，小止观只有10章，篇幅精简，但五脏俱全，把修行止观最核心的要点都讲清楚了。这就好比你要学开车，摩诃止观是一本汽车工程学博士论文，而小止观就是驾校发给你的学员手册，告诉你方向盘怎么握，油门怎么踩，遇到红灯怎么办。好，那什么是止观？这2个字拆开来看，只是梵文音译叫奢摩他，意思是让心停下来，安住，不乱跑。观是梵文音译叫毗婆舍那，意思是清楚地看见，洞察，明了。简单说，只是让你的心安静下来。观是在安静的基础上去关照实相。这两者就像鸟的2只翅膀，车的2个轮子，缺一不可。只有止没有观，你可能练成一块石头，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，但对人生、对世界、对自己毫无洞见。只有观没有止，你的心散乱得像沸腾的水，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。所以智者大师强调，止观必须双运，这才是天台禅法的核心精神。但是直接跳进去修止观，就像一个从来没运动过的人直接去跑马拉松，不是不行，而是你可能跑不了多远就废掉了。所以智者大师在小止观一开始花了很大的篇幅讲25方便，这25个准备工作，就是让你的身心状态达到一个可以修止观的基本标准。这就像你要考驾照之前得先去医院做体检，准备证件照，缴费报名一样，没完成这些前置作业，你连驾训班的门都进不去。这25方便分成5大类，每类5个项目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类叫具5缘，就是要具备5种外在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持戒清净。你可能会问，我只是想打个坐，为什么要扯到戒律？这里有个非常深刻的道理，戒律的本质是什么？是让你的生活有规律、有秩序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干扰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整天做坏事，欺骗别人，伤害众生，他坐在那里打坐的时候，脑子里会想什么？他会想昨天骗了谁的钱，会不会被发现？上周跟人吵架，对方会不会报复？明天那个谎要怎么圆？这些东西像病毒一样在他脑子里不停转，他怎么可能静得下来？所以持戒清净是第一个条件，不是为了道德说教，而是为了给你的心创造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基础。第二个条件是衣食具足，这个很现实，你饿着肚子坐在那里，想的不会是什么空性智慧，而是等一下要吃什么。你衣服穿太少会冷，穿太多会热，这些身体的不适都会成为障碍。所以智者大师说，衣服够穿，饮食适度就好，不需要太奢侈，也不能太匮乏，这个度非常重要。第三个条件是闲居静处，这个闲不是叫你无所事事，
而是指没有太多杂物干扰的环境。静处也不是说要完全没有声音，而是远离那些会让你心乱的喧嚣。你想在菜市场修止观，理论上也不是不行，但难度实在太高。对初学者来说，找一个相对安静、不会被打扰的地方是非常必要的。第4个条件是吸诸缘物，这个跟闲居有关，但不完全一样。闲居是讲外在环境，吸诸缘物是讲你要把手头的事情放下。你坐在那里打坐，心里想着明天的会议、下个月的业绩、下周的考试，那你根本不是在修止观，你只是在做着焦虑。所以在打坐之前，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，或者至少暂时放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。第5个条件是尽善知识，这个善知识就是好老师、好道友的意思。禅修这件事有很多细节，书上写的未必能涵盖你遇到的所有状况。有时候你打坐做到身体某个部位很不舒服，有时候你心里会浮现奇怪的画面，有时候你会经历一些很难形容的状态。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经验的人指导，你可能会走错路，甚至出问题。所以找一个真正懂的老师，或者至少有一群可以互相交流的道友，这是第5个条件。具备了这5个外在条件之后，进入第2类，叫呵五欲。这个呵是呵斥、排斥的意思。五欲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对应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、鼻子闻到的、舌头尝到的、身体接触到的。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点，智者大师不是叫你完全消灭五欲，而是叫你呵，就是要认清他们的本质，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多少行为是被五欲驱动的？看到好看的东西就想买，听到好听的音乐就沉迷，闻到香味就流口水，吃到好吃的就停不下来，摸到舒服的就不想放手。这些欲望本身不是罪恶，但如果你被他们控制了，你的心就永远在追逐外境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所以呵五欲的意思是，在打坐之前，先反省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被哪种欲望抓得太紧。如果你最近特别迷恋某个电视剧、某种食物、某个人的声音、某种触感，你要先把这些东西的抓力松开一点，否则你坐下来的时候，脑子里全是这些画面。第3类叫其五盖，这5盖是贪欲盖、嗔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悔盖、疑盖。这5个东西就像5个盖子，把你的心盖住了，让你看不见实相。贪欲盖跟刚才的五欲有关，但更深一层，它是那种想要更多的心理状态。你拥有一个东西了，还想要更好的，达成一个目标了，又想要更大的。这种无止境的想要，会让你的心永远不满足，永远躁动不安。嗔恚盖就是生气、怨恨、不满。你坐在那里打坐，心里想的是昨天谁骂了你，上周谁得罪了你，那个人怎么那么讨厌，你怎么可能静得下来？这些愤怒就像一把火，烧得你内心烟雾弥漫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睡眠盖就是昏沉、嗜睡。你一打坐就想睡，头点来点去，像捣蒜一样，这是睡眠盖在作怪。这个盖子很狡猾，它不像贪欲和嗔恚那么明显，它悄悄地就让你失去清明。很多人打坐其实就是在睡觉，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睡觉，还以为自己入定了。掉悔盖，这个掉是心浮气躁、胡思乱想，悔是后悔、懊恼。你坐在那里，心像猴子一样乱跳，一下想这个，一下想那个，或者一直在后悔过去的事情。如果当时我不那样做就好了，我为什么要说那句话？这种心理状态会让你的心无法安住在当下。一概是怀疑，怀疑自己，怀疑方法，怀疑老师，怀疑佛法本身。这个盖子最隐蔽，但也最致命。你坐在那里，心里想的是这样修真的有用吗？我这样做对不对？说不定整个佛法都是胡扯。
这种怀疑会让你半途而废，永远无法深入。第4类教调5式，就是调身、调息、调心、调睡眠、调饮食。这5件事情要调到一个恰当的状态。先说调饮食，吃太饱会昏沉，吃太少会饿得心慌，吃错东西会身体不适。所以智者大师建议饮食要适量，要清淡，要规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饮食对禅修的影响非常大。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你特别容易昏沉，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你特别躁动，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去观察和调整的。调睡眠也很关键，睡太多会昏昧迟钝，睡太少会精神恍惚。一般来说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让身体有足够但不过度的睡眠，是打坐的基础。有些人熬夜之后去打坐，那不是在修止观，那是在补眠。调身就是坐姿的调整，双盘、单盘、散盘或者坐椅子都可以，重点是脊椎要直，肩膀要松，头不能太仰也不能太低。身体歪斜会导致气血不通，身体太紧会累，身体太松会塌陷。这个平衡需要慢慢去找。智者大师有一个很妙的比喻，调身就像调琴弦，太紧会断，太松弹不出声音，要调到恰到好处。调息就是调整呼吸，呼吸太粗重会躁动，太微弱会昏沉，太不均匀会气脉紊乱。理想的呼吸是绵、长、细、微，像若有若无的丝线一样。但这个不是用力去控制，而是让呼吸自然变得这样。你越刻意控制呼吸，呼吸反而越乱。所以是先让身体放松，呼吸自然会慢慢调顺。调心是最核心的，也是最难的。在入座之初，先要把心收摄回来，不要让它攀援外境。但收得太紧会闷，会紧张，收得太松又会散乱。这个度要在实践中去摸索。第5类教行5法，就是欲、精进、念、巧慧、一心。欲，这里不是贪欲的欲，而是对禅修、对解脱、对明心见性的渴望。你得真心想要修行，而不是被逼着来的。没有这个欲望，你做不久。精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。修行这件事，3天打鱼2天晒网是没用的。不是说你要每天做10个小时，而是要保持稳定的节奏，每天固定时间做一做，这个持续性比强度更重要。念就是一持不忘，你在打坐的时候要记得你在干嘛，不要做着做着就开始神游太虚。这个念是保持清醒觉知的关键。巧慧就是善用方法，善于观察，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，什么状况该怎么处理，这些都需要智慧来判断。这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要很有智能，而是要带着学习的态度，不断观察，不断调整。一心就是专注不散乱，把心安住在一个地方，不要东飘西荡。好，这25方便讲完了，这些都是正式修止观之前的准备工作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怎么还没开始修就已经讲了这么多？这恰恰说明了智者大师的高明，他太清楚初学者会遇到什么问题了，所以他把这些准备工作讲得非常详细，就是要让你在真正进入止观修习之前，先把地基打好。现在终于可以开始讲止怎么修了。智者大师在《小止观》中列了3种基本的止法，叫做细缘止、至心止和体真止。细缘止是最基础的，就是把心记在某一个地方，让它不要乱跑。记在哪里呢？智者大师提供了几个选项。一个是记心鼻端，就是把注意力放在鼻尖上，观察呼吸进出。一个是记心脐下，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丹田那个位置。一个是记心足大拇指，这个比较少人用，但对某些特殊状况有用。不管记在哪里，目的都一样，就是给心一个着力点，让它不要到处乱飞。这就像你养了一只特别爱乱跑的狗，你拿一根绳子把驼拴在柱子上，
驼可能还是会乱动，但至少跑不远。慢慢的，驼习惯了这个范围，就会安静下来。细原指就是这个道理。但这里有个关键，细原指虽然有效，但它是比较粗的方法。你的心确实被限制住了，但它可能只是被强制按住，并没有真正安静下来。所以细原指是入门方法，不是最终方法。治心指是更进一步的方法。治心指的意思是，不管心在哪里，只要它一动一乱一跑，你就马上制止它。细原指是给心一个地方去住，治心指是不管心在哪，只要它不对就把它拉回来。这个方法比细原指更直接，但也更难，因为你得时刻保持警觉，一发现心跑了就要拉回来，这需要很强的念的功夫。打个比方，细原指像是把狗拴在一个地方，治心指像是训练师牵着狗走路，狗一乱跑就把驼拉回来。表面上看，治心指好像更费力，但长期来说，这样训练出来的心更听话。体真指是更高层次的方法，它已经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了，而是涉及到对实相的理解。体真指是说，当你观察到心在动，念头在生灭的时候，你去追问这个心从哪里来，这个念头从哪里起，它的本质是什么。当你这样追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心和念头都是了不可得的，它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，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散去而灭。当你真正体会到这个空的时候，心自然就安静下来了。这不是用力去压制它，而是彻底看透了它的本质，所以它不再能困扰你。这三种指法是递进的关系。初学者通常从细原指开始，慢慢练到治心指，最后才能体会体真指。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线性发展，有时候交替使用也可以。好，说完了指，现在说观。观也有很多种，小指观主要讲的是观心，就是观察自己的心念。智者大师说，你在打坐的时候，先用指法让心安定下来，然后开始观察这个心究竟是什么。你可能会说，心就是心啊，我的思想，我的感受，我的意识，这不就是心吗？智者大师说，好，那你仔细观察一下，这个心在哪里？在脑袋里吗？在胸口吗？在全身吗？还是在身体之外？你会发现，你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地方可以说心就在这里。再观察，这个心有形状吗？有颜色吗？有大小吗？你会发现，这些东西通通没有。你只是觉得自己有心，但当你真的去找的时候，你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抓住说这就是心。那你可能会说，虽然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心，但是念头是真实的啊，我明明有念头啊。智者大师说，好，那你观察这些念头，它们从哪里来，在哪里停留，又去了哪里？你会发现，念头升起的时候，你说不清它从哪里来；念头消失的时候，你也说不清它去了哪里。它就像水上的泡沫，起来了又破了，了无痕迹。当你这样观察到心和念头的不可得性，这就是开始真正的观了。这个观不是用眼睛看，也不是用头脑想，而是一种直接的觉照。你越观察，越会发现一切都是无常的、无我的、空的。但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，一切都在变化、流动，包括你以为最真实的心。智者大师还特别强调了一点，指和观不能分开来修。有些人误以为先修止，把止修好了再去修观，这是不对的。应该是止观双运，在止中有观，在观中有止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你在修止的时候，心开始安静下来，但你同时要保持一个清明的觉知，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知道心的状态，这就是止中有观。当你在修观的时候，虽然在观察心念的本质，但你不能太用力，太执着于这个观察，
心还是要保持在一个稳定安宁的状态。这就是观中有指。天台宗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一心三观，这是智者大师在《摩诃止观》里面详细阐述的，但在小止观里也有雏形。一心三观是说，在一念心当中同时观照空、假、中三个面相。空是说一切法无自性，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。假是说虽然无自性，但因缘和合而有种种现象，这些现象是有的。中是说空和假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一体两面，不偏于空也不偏于假，这叫中道。这个一心三观是天台止观的精髓，也是它跟其他宗派禅法不同的地方。有些宗派只强调空，认为一切皆空，把现象世界看成虚幻；有些宗派只强调有，认为一切法都有真实的作用。天台宗说，空和有都对，但都不完整，只有同时把握空、假、中，才是真正的中道实相。不过对初学者来说，要一开始就做到一心三观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小止观的策略是先从简单的入手，先把细缘指练好，心能定得住了，再逐渐加入观的成分。等止观都有一定的功夫了，再去理解和实践更深的空、假、中三观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能急，也不能跳过。智者大师在小止观最后还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禅修过程中会遇到的种种障碍和偏差，以及怎么对治。比如说，有人修止修到心非常安静，甚至有一种清安的感觉，飘飘然很舒服。这时候如果你执着于这种感觉，以为这就是开悟了，那就麻烦了。这只是禅修过程中的一种经验而已，不是目的地。智者大师说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不要欢喜，不要执着，继续观察这个清安的感觉，它也是无常的，会变化的，会消失的。又比如说，有人修观修道，看见了各种光、各种相、各种境界，以为是佛菩萨来了，或者是入定了。智者大师警告说，这些东西99%是自己心理活动的投射，不是真正的修行成果。真正的观智是对实相的如实觉照，不是看见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遇到这些境界，正确的做法是不喜不惧，不理不睬，继续做你的止观功课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修着修着遇到瓶颈了，怎么修都没有进步，甚至退步了。这时候最容易升起疑心，怀疑自己，怀疑方法。智者大师说，这是正常的，修行本来就有起伏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方法有没有问题，另一方面要有耐心，不要轻易放弃。有时候表面上没有进步，其实底层正在发生变化，只是你感觉不到而已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小止观虽然较小，但它绝对不是一本简单的书，它里面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很深的修行经验和理论支撑。智者大师能把这么复杂的东西浓缩成这么精简的篇幅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力。但也正因为它太精简了，很多时候你读起来会觉得不太懂，或者好像懂，但不确定自己懂得对不对。这就是为什么尽善知识那么重要了。理论上你可以自己看书学会开车，但实际上没有教练在旁边指导，你很可能学成野路子，甚至出事故。禅修也是一样，书是一回事，实修又是另一回事，中间有很多细节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指点。最后，我想讲讲为什么天台的止观在今天还有意义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、注意力稀缺的时代，每个人的心都被手机、网络、社交媒体拉扯着，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种状态久了，人会变得很焦虑、很浮躁，很容易情绪化。这不就是小止观讲的心散乱的现代版吗？智者大师1000多年前就说，心散乱会导致种种问题，
而对治的方法是止观，让心停下来，观察它的本质，看清它的真相。这个智慧今天依然适用。当然，天台止观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宗教脉络，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现代人照搬，但它的核心精神就是透过训练让心变得安定而清明。这个精神是普世的，是超越时代的。智者大师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：若无止观，佛法则坏。意思是没有止观的实践，佛法就只剩下一堆理论和仪式，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力。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，依然很有警示意义。天台宗的止观法门既有非常严谨的理论体系，又有非常具体的实践指导。它不像某些禅法那么玄虚，也不像某些教法那么繁琐，它是把深刻的智慧用简明的方式呈现出来，让真正想修行的人有路可走。小止观这本书就是这条路的起点。如果你真的想开始练习天台的止观法门，我的建议是，先把25方便做好，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一个可以修行的状态，然后从最基本的细原指开始练习，每天固定时间做一做，不需要太长，20分钟、半小时都可以，重点是坚持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心开始有一些变化，那些浮躁、焦虑、散乱会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稳定和清明。当止的功夫有了一定基础之后，再开始加入观的练习，观察心念的生灭，观察诸法的实相。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慢，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，但这正是修行的本质。没有快捷方式，只有一步一步踏实地走。智者大师用他的一生证明了止观这条路是可以走到底的。他在荆州玉泉山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曾经讲到法华三昧的境界，现场的人看到他讲着讲着就入定了，好几天不动。这不是传说，是有历史记载的。这说明什么啊？说明止观的修行真的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，这不是空谈理论，而是可以用生命去实践和验证的。当然，我们不必设定那么高的目标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能够透过止观的练习，让自己的心变得安定一些，清明一些，不那么容易被情绪和烦恼所困扰，这就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。这就是天台小止观给我们的礼物。它是1400年前的智慧，但它回答的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面对的问题：我的心为什么这么乱？我怎么让它静下来？我怎么看清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真相？答案就在止观2字里。止是入口，观是深入，止观双运是究竟。这条路很长，但值得走。